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为什么最近 AIT 的动作这么多？除了找国民党、找了顾立雄、找了民众党，大家都想问。今天有一个人帮我们解答，这个人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你看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世界上有99%的先进晶片都在台湾的岛上生产，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风险，等于台湾是美国的国安风险。而且他怎么比拟？他说风险程度是阿拉伯石油禁运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代表一件事情，台湾非常的重要。他们希望台湾能够稳定，台湾绝对不要出乱子。但是今天有件事情让美国心嘎嘎，美国看到了这份民调之后，赖总统的执政表现，在不满意竟然已经超过了60%，甚至不信任也超过了50%。为什么说 AIT 最近一直进来？这就是主要的原因。所以世聪，现在贝森特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台湾是美国的国安风险。在这个论述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现在台湾不能够乱的。没错，如果目前现阶段来说，美国没办法控制住台湾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贝森特说，我觉得贝森特的说法非常的精准。他说，现在全世界有99%的先进晶片在台湾岛上生产，这是一项国家安全的风险。好，这是让他讲过，卢特尼克讲过，川普也讲过。可是他讲的风险程度，这个就是他第一次有人这样讲。他说风险程度是阿拉伯石油禁运以来从未见过的。所以政府必须为美国的经济几个方向去风险化。好，那我问你，那现在他们有办法去风险吗？没有。我跟他讲啊，他如果真的是要去风险，至少台积电的这个先进产能在美国要大量开出，都是2027、2028年以后的事。那时候呢，美国先进产能搞不好只有10%，还是没有去除这个。所以他就说什么？这里有一个这个川普领导的官员相信，如果川普2029年没有完成这个美国去风险化的任务，那川普政府就等于执政失败了。但是川普政府不会失败，所以你看，这对川普来讲，如果这一项任务没办法达成，是执政失败哦，那他下的定义是多重？所以也就是说，那台湾一定要牢牢掌握住啊。如果台湾在这时候出了乱子的时候，他没办法掌握住之后，这比石油禁运都还要更加严重。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AIT 怎么一下子跟执政党开会，然后一下子又找了这个国民党的，然后又找了这个黄国昌，然后开会就讲了那么多，连续的这样子。我们很少看到 AIT 这样子明目，就算是比较明显的说，我们要介入来谈一些事情啦，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介入谈这些事？我相信赵尔谈的事情里面来说，一定有当然包括国防预算的这个部分，一定有包括两岸的议题嘛，对？美国怎么去看台湾？那你们台湾怎么保密防谍做的怎么样？这一大堆嘛，你千万不要给我出乱子嘛。他为什么他要亲自下来做？因为他看到赖总统的民调啊。赖总统从这个726到823一路的这个民调一路的往下滑，你看，那目前满意程度只有31啊，然后这个包括信任程度只有36啊。对，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有那个政治动能够去跟在野党谈吗？在野党也不见得愿意跟你谈啊，对不对？而且你现在这个党内就纷争成这个样子，所以美国亲自下来，督军就告诉你说，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台湾走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一条路。世聪，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给的压力，赖政府一定接受得到？你看到台积电的这个泄密案件，我们原本想说，7月的时候我们不是还在谈这件事情吗？现在才几月几号？8月27号。他现在已经侦查终结了，对，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这东西是要做给美国看的，表示什么？我台湾是可以做得好的。我今天什么？我今天在保密上面，我在处理事情，我是非常快的。对，没错。实际上，美国对台湾来说，哈，除了这个先进产能要移到美国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啊，你不要变成是中国最后或者海外很多国家的这个最后的帮手，你的保密防谍措施给我做好一点点。好，所以我们就讲，上次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过，疑似是东京威力科创的员工呢窃取台积电机密这件事情，7月8号台积电报案嘛，照我看。今天8月27号，对，就已经起诉了。你看有没有守护？他还用守护国安新篇章，对不对？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起诉首宗，违反国家安全法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案件，他就说呢，他们几个人呢提供陈叉叉拍摄重置后有利于东京威力科创减少10颗机台的表现，争取台积电2奈米10颗占的供应点量产的资格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台积电去告，对不对？好，那我们跟他讲，这一次涉案里面的这个吴圈圈还有戈圈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陈圈圈就是最主要的这个所谓的有拍摄照片这个人，
他被执行14年对。然后另外一个吴圈圈，他被执行9年然后另外一个歌圈圈，他被执行7年这都非常重的罪我们看过去哪有这个偷这种商业机密被判这么重的罪？然后他除了这个这个所谓准备要给他这个具体量刑这么高的这个罪之外，他说什么？我们还要分案调查是不是有法人还有自然人还有这个刑事的这个相关的责任法人是谁？法人可能是指东京威力科创。对，所以他是这个案件是非常紧密在办他是完全你看7月8号提出这个告诉之后，马上到8月27号马上就有起诉了。而且你看他最后新闻稿上面写什么？他说坚定秉持捍卫国家关键核心技术营业秘密的精神，跟产业界共同维护国家核心的竞争力。这段话是写给国人看吗？没有。写给美国看的，当然我守得住的。对，因为这个是跟台积电有关，所以美国绝对会非常关注你这个案子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台积电也自己知道，所以他们前几天的时候，日经不是有一个报道吗？就说美国人，因为美国现在很多法规嘛，他就为了要迎合美国的法规，他决定在2奈米的制程相关中排除全部中国制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设备。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目前中国的设备呢，它在蚀刻这一块来说的话是相当厉害，有这个中芯微等了一大堆公司。那这个蚀刻它把它完全去除掉，所以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所有的机台里面都不能够有中国设备，甚至在未来的这个所需的各项原料还有这个化学品来说的话，也都没有中国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台积电现在要去中化，就是把它的很多产业里面来说把它去中化。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贝森特不是这样说吗？贝森特说危险，所以我们看这个为什么危险呢？因为第一个，因为你这个技术这么多的话，中国一定会来偷嘛。所以你看，我们对东京威力科创这件事情，你要给我查清楚。第二个是什么？你看最近不是有一档公司吗？叫金居开发，代号是8358的公司，它股价飙股价从大概60几块飙到200多块，真的假的？那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因为它最近呢，用到事实上。它最近有开发出这种所谓用在伺服器的高阶铜箔，这个高阶铜箔来说，它的电压、电力啦或者需求都比较大。但这个东西呢，赵文道它有非常多的核心机密，就没想到这个在最近期的时候，有5名的高层人员涉嫌窃取公司的核心机密，并带往中国。然后其中2个人已经被高薪挖角到大陆工作，然后更怂恿3个职员提供这个机密资料，以换取高薪的这个机会。然后所以我们嘉义地检署已经起诉了在台的3个人，还有通缉了赴大陆的2个前高层，所以这可能是第2个案件所以呢，那这个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你看，他们就检举，就是说有一个林姓的总厂长，还有卢姓的组长，被中国大陆高薪挖角之后，诱使在金居工作的3个人呢，拍摄所有公司的电脑，然后作为所谓的高薪工作的这个筹码，所以就变成是这个整个案件来说话，当然对金居公司影响很大，对我们整个产业也影响很大。照了这个如果一直发生的话，你觉得美国会怎么看？美国就那我不进来看看你们到底怎么搞的，不能够这样做吗？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台湾目前为止绝对是美国的重中之重？因为第一个，中国现在要怎么搞？我们看今天早上刚好是这个黄仁勋在开这个他们的法说会，对，把上一季的财报说清楚。这里面他讲到一个点目前为止 H20在上一季的，就是5、6、7 3个季度里3个月份里面，没有出给中国任何的客户。他真的不用真的没有用，所以有时候中国现在真的就不要用它，不要用 H20，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B30A 了，要准备要量产，那这个部分至于美国要不要放行，他也不知道。他说未来我也不清楚美国会不会这样做。他说未来下一季，这个上一季是5、6、7嘛，那下一季的这个8、9、10 3个季度，黄仁勋说 H20没有任何营收，所以他也可能不会卖在中国。所以呢，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中国不要让你用 H20呢？照很简单。因为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这个习近平不是亲自下令说，DeepSeek， 你要给我用这个华为的晶片。对这梁文风不是用到很俩公吗？对，但他还是要用啊。对，他还是要用部分的华为晶片加上辉达晶片来使用嘛。这就是中国要的，中国就是要你给我用华为的晶片。那的确以目前为止来说，你看这 Financial Times 的这个报道。Financial Times 报道说，你看它的标题是中国寻求将人工智慧晶片的产量提高3倍，跟美国竞争嘛。他也知道说，我这种所谓 AI 晶片不能够被美国掐着脖子走，被他掐着脖子走，那我怎么办？那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来说，我就不要让你买辉达晶片，那你就改买我中国晶片。那改买中国晶片，中国业者说啊，那我们就没有晶片啊，没有关系。
我现在增加3倍左右的产能给你了。所以你看，有一座是专门替中国的这个华为生产的 AI 处理器的晶圆厂，预计在今年底要投产。还有另外2座晶圆厂在明年要这个启用，所以3座晶圆厂来说的话，这个投产之后会超越中芯的目前为止同类产能的总产能，所以也就7奈米左右这个状况。那中芯国际预计将明年在7奈米提高1倍，所以呢，它要提高1倍，然后这个华为的这个合作厂商又要提高那么多，所以这等于是中国希望说透过华为跟中芯的努力，摆脱你美国的这个辉达跟 AMD 的这个依赖症。用这样来说，在 AI 领域能够击败美国嘛？所以美国它才会怕什么？你台湾发生了台积电2奈米的西研晶案件，还有刚刚的这个金居的案件，你不要给我乱，就这么容易把这营业秘密就直接拿到中国，会出事的。事实上之前这个华为这个晶片厂的时候，我们台湾也有5家公司被点名，说你有合作它。对，是我们这个前经济部长这个崇越公司，他的辅助崇越公司也被点名过啊。就美国一直在盯啊，那你想说，难道现在就不会发生吗？当然会。中国可能在这个量产的过程中间会遇到很多问题，搞不好他就这样要找 solution 的时候，他就来台湾挖人，又来找人，来台湾找人啊。这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有这个所谓营业秘密保护法，而且要快速起诉，至少目前为止的1个案子，或是未来2个案子，要跟国人说，这是台湾绝对要保护的国家机密的重中之重嘛，哈。那我们讲，除了美国要跟中国竞争来说，除了它入股 Intel， 还有入股之前的这个矿业公司之外，正好你知道现在贝森特说什么？我们现在可能要入股什么洛克希德马丁跟波音，真的假的？对，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防的工业我也要入股。好，那入股来说的话，你看为什么他要入股这些？因为很简单，他要透过民间跟政府整合的力量，让美国的国防工业更加伟大。那尤其是他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赵，你觉得这个 AIT 跟我们会谈什么？军售。对。那军售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要买很多洛克希德马丁的武器，或者说买很多美国的武器啊，一大堆，对。那一大堆就是这样啊。那我现在政府能够参股啊，当然可以推动那些所谓军购，可以推动更快嘛，对不对？另外还有什么国际的整合？你看这是什么？美国国防部要派代表进驻台湾呢，他要做什么？加速无人机还有军武的合作啊。所以你看，无人机啊，美国要把很多大量的无人机来到台湾生产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到无人的潜舰相关的东西啊，全部都要来台湾做啊。所以来说，为什么 AIT 要跟我们的这个三党的这个相关的人士都要会面？军售案在立法院至少就一定要过啊。所以世聪，你现在说什么？美国已经对台湾出了手，他没办法忍耐了，是他看不下去了。是 AIT 先行之外，现在直接派代表来。对啊，我第一次看到美国国防部是派代表来台湾的。对，没错，他就要推进驻台湾的，他要推动整个台湾跟美国 AI 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相关的，或者说军武或者无人机等等的合作嘛。好，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就不高啊，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美丽岛有做一个对川普总统的信任度啦，那信任度来说是下跌啦，然后不信任度也是上升的。可问题是他是美国总统嘛，美国总统来说他怎么对台湾，当然很多台湾人会不满意。但我们来看2个人的民调，一个是这个石破茂。石破茂之前呢，照人家在参议院改选之后，他原本摇摇欲坠，被斗啊。原本大家说啊，他可能这个撑不过8月，现在看起来他民调居然已经开始上升了，上升到3成以上，起死回生了。对，看起来搞不好他有机会保住。另外一个，你看李在明这一次那么积极的在往海外跑，为什么？他要保住他的上任以来的所有的经济的这个状况。那唯独你看，我们赖清德总统的民调是一路的往下跌。为什么一路往下跌？因为国人对于整体的经济评价就是不好嘛。你看所有人的经济评价都是不好嘛，对？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云嘉南、高屏。护价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宜花东等等，评价都是70几%人觉得不好，对，那你怎么可能满意度会好嘛？所以来跟你说，目前为止来说，的确了，我们赖清德总统来说，在经济表现上面真的要加把劲。但是至于说美国，我觉得美国立场也非常的坚决，就是不管你现在国内政情怎么样啦，我不管你啦，反正我就一定要你按照我们美国所设定的步伐，慢慢的前进。廷尉，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为什么 AIT 这么频繁的来，包括见了蓝、见了绿、见了白，之后这3个见完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AIT 也不是这么不苟言笑。我们看这3张照片很凶悍，结果我看到这画面的时候，AIT 很好啊，他去找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时候很开心啊。结果我看完这影片之后，你才跟我讲，这里面有个最关键是什么？连一个吃牛排的这一个影片，这一张照片。都别有深意，
对，你知道啊，美国人在做事情都是非常细腻的，特别是这些外交人员，他们任何的一举一动，不要小看他们，都是隐含着政治上的讯号。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非常 care 台湾，特别是台湾的领导人以及台湾的相关的这个国安团队哦，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如果今天来讲台湾出现一个破口，当然就会影响美国的整体的霸权地位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告诉蓝营的、告诉白营的、告诉绿营的，告诉他们说我们非常 care 你们的台湾的安全。所以之前来讲的话，不是说看了一天很多的严肃的照片吗？对不对？而不是讲说什么军购啊，还有甚至放了无人机的这些东西的产业合作。但是呢，接下来他就进入到了所谓的政治场域。什么政治场域？因为他发现到台湾的政治情势有点变化的时候，这时候美国也在出招了。今天他主动的把跟陈其迈的这个影片放到 AIT 的这个 Facebook 的网站上面去哦，这不是高雄市政府放的哦，这是 AIT 主动放的哦。那 AIT 主动放的时候，整个影片来讲的话，做了所谓的机智问答当中，很多的题目可能都经过设计，比如说。我们提到所谓的芒果，对芒果高雄讲六龟，但是这没有什么太大意义。重点是美国的 AIT 两个处长，一个是处长，一个是分处长，两个都回答佛罗里达，因为在美国来讲的话，佛罗里达就是川普的家乡，川普的老巢。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有芒果的存在啊。对，再来一件事情啊，后面吃到排餐的时候。这里就大有玄机了。什么大有玄机？吃排餐有玄机的。吃排餐的时候啊，他说：“哎，你怎么做的？都没去过美国，但是你做的跟美国的这个口味是一样好的，非常好吃。”结果呢 ，AIT 的小编呢在下面加一个光号，写说可以飞美国比赛了。哎，什么意思？谁到美国比赛？是老板到美国比赛？还是陈其迈到美国比赛？那当然，这两位是美国人，他们本来就会飞美国，对，所以一定是在指老板或是陈其迈，对不对？那这暗指什么东西呢？你想想看，最近来讲，谁要过境美国被取消？我们总统赖清德本来要到中南美洲访问，结果最近被取消的时候。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来中华民国总统没有这样子的待遇，从来在还没出访之前就被取消过境的行程。所以谁能够去美国，谁不能够去美国，这个就形成一个隐喻，你知道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隐喻。这句话可以飞美国比赛了，是。陈其迈可以飞美国了，是可能带着老板飞美国吧？哦，对，因为高雄有他要到东京，再转到这个旧金山去，他是在阐述这个意涵的时候，后面再加上这一句，再来一件事情，我觉得更加重要。到影片最后的时候，竟然拿出 AIT 的这个所谓的背心啦，对，然后告诉他说：“哎，别这样，哎。”你陈其迈从来陈其迈已经连任过了，对，你要在拼的时候，你要拼什么位置？在拼高雄市长吗？不可能的事情嘛，一定是在往上走嘛。所以你看，美国人告诉陈其迈说：“哎，表这样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你扶龙网站往上走嘛，我帮你推屁股嘛，推你一把嘛。所以这个 AIT 的这个不言可喻啊，你知道吗？所有的政治操作跟意涵都在这里面完完全全呈现出来，完全不演了。也就是告诉你说，陈其迈，你今天来讲的话，被我们美国相中了。”最好是能够再往上走。你知道，有时候以前曾经跟 AIT 交手过。之前的处长 Marut， 他曾经有找我到地堡去，因为他们官邸就在地堡。就上一次吴钊燮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地堡。进去之后呢，坐下来几个智库的领导人呢，坐在那边的时候，上的就是什么美国牛。美国牛排餐，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告诉你说，你在这里可以吃到美国牛，为什么我们美国牛不能进台湾？所以他其实就在做很多的政治操作。真的不要小看美国官员的政治动作，这些政治动作一举一动都表达了美国至少从华府传来的一些指示。郑梦，我们现在一路看下来，现在新内阁到底有多紧张？而且新内阁一上任之后，他们要做一件事什么？清理战场。你看到现在卫福部长已经换了石崇良了，石崇良上来之后，吓到了。他之前因为说万华是破口，所以被大家噼里啪啦骂，甚至柯文哲说我想把他的病历直接往上砸。结果现在石崇良上任之后，他说我过去这件事情是失言了，我今天向居民来道歉，这代表什么事情？我现在重新开始，现在整个战场我重新清理。你现在跟我讲是什么？现在今天的起诉案件到这1个月的司法案件，也都是清理战场，没有错。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北检目前正在帮什么赖总统赚政治红利。有些咩你讲呢？你可以看到北检进来动作频频，范正义林前绿推中心的副执行长
那记不记得之前赖总统去年上任的时候，他强调5件事情：黑金枪毒诈。一个例哦，对，够结构绿能呐，好，所以总共6大区块，这6大区块就是他要平稳治安最大的方向。而今天北检这个月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帮他清理这一些过去的战场。都要讲郑义林吼清这些绿能的案件，对不对？啊，今仔日起诉啥？今日起诉这个跟 IMB 哦诈骗吸金83亿 ，IMB 集团很好的谁？前民进党立委陈欧珀，对，哦。陈欧珀是民进党的哦，绝对袂使讲是国民党的哦，对不对？太家己人，对不对？啊，过来，今仔个起诉啥？今仔个起诉超私案，超私案，前朝政府不是说没问题，对不对？结果今天北检一查出来有问题，而且他还起诉哦，对，起诉他怎么样？求刑几年？2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北检目前正在帮赖清德总统斩前朝的官，赚当朝的政治红利。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包括郑义林的绿电案是大家最讨厌的绿电贪污，我杀。今天谈到陈欧珀，大家会想到诈骗，我最恨了，杀。今天谈到这个所谓的超私案起诉，跟我们最重要的民生是有关，我们的鸡蛋是有关，也杀，3杀都是在救赖清德。杀，3杀救赖清德。而且也是救台湾社会，为什么？因为这3个东西都是台湾目前民众最希望改善，而且最有感的政绩，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北检起诉陈欧珀，求刑24年2个月，有当不？中，算当对不对？但是大家过来看另外一个，迄嘛真当哦，因某，你知影因某吼，去人求刑偌久，你知影？总刑期加起来2个，一个叫做协助诈领财物啦吼，啊，一个叫做侵占他们自己一个公益协会的款项吼，2个加起来吼，你算算，哎呀，也不是公务员呐，算算7年差不多吧吼，5年差不多嘛吼，就他给他具体求刑8年8个月，不是他到底是有贪了多少钱吗？被囚禁8年8个月，没错，我们这样印象感觉应该你想不 A 一个什么5000万、3000万吼。结果你知道他 A 了多少钱？100多万而已啊！100多万，他具体求刑8年8个月啊！100多万被囚禁8年，记重手，乱世用重点，代表北检要跟社会讲说，你哪个诈骗集团，你哪个吸金集团之后，我的没有你想下重手，让你怎么样进去就出不来，这是其一，对不对？啊，咱今天跟讲超私案哈，对，超私案当时其实这个。吴宇飞啦，哈，在日本的吴宇飞帮台湾采购这个鸡蛋，当时被认定说，好像有点在帮台湾的民生，对不对？结果今天查出来，讲他诈欺了6000多万，来，他给他具体求刑几年？2年，很重其实这个诈欺案2年算很重哦，算，因为这是民生案件，对，这是民生案件，然后它是福报虚报，一般来讲，这种的通常是用什么？6个月以下，然后给予缓起诉，然后，但他给他具体求刑2年，显见北检也希望怎么样？也希望求处重刑，因为他 A 多少？他 A 6085万，然后呢，他扣了他超额扣了，他扣6922万，代表什么？代表北检去跟法院申请扣押的时候。法院坦白说，我认为也是支持这个动作，对，不然你超额扣押，其实以前比较少见。第三个就是这样，咱都要讲。我们刚刚虽然在骂他签结，对不对？对。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哦，其实我们台湾的刑事诉讼法，你刚刚说的签结是包括了陈俊记，对，包括了陈吉仲，包括林聪贤签结这个事情，没错，对。刚刚赵友哥讲的2陈1林，其实就是本案的重点嘛，这3个主角，对不对？然后刚刚北检是讲因为陈俊记不是督导这个业务的所以签结。然后这个陈吉仲，因为当时一起博定，他负责政策，他没有负责下面的采购，签结。好，我跟你讲，林聪贤他为什么签结？大家就比较怪，为什么？因为做过讲农委会主委的，起码农业部的部长，对不对？一个做这个中央畜产会当属定了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中央畜产会买米啊哈。这个是乱买，他完全杂乱无章哦。因为呢，当时他被调查超私案的时候，那个监察院有跟问啦，其实北检嘛有问讲你其实是办官方，因为他是官方捐助成立的嘛，对不对？照理讲你买米啊，应该爱依照政府采购法嘛，对不对？伊讲不，我没有依照政府采购法哈。你想买开标绝标嘛，对不对？他都没有，他自己口头一家就买了。所以你会觉得整个里面的那个采购章程多么的这个漫无章法，但你林聪贤不知道吗？
一项一当属长呢，对干掉讲一之前个是农委会主委呢，结果今天他居然也可以全身而退，大家真的是超三令人匪夷所思嘛，对不对？但是卖袂记哩哦，虽然检察官是用签结啦，他既然认定，陈吉仲、林聪贤跟陈俊基他是特定的被告，对不对？我只是找不到你的犯罪事实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先什么，先签结，他没有不起诉哦，不起诉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是有确定效力，可以一事不再理，但是签结不行哦。你也记得哦，之前咧办郑文灿的时阵，他之前已经签结几次，2次啊。对。所以签结的意思代表说，如果我接下来有新事实、新证据，我还是可以办你哦。你是说他留一手，我随时处理你？没错，他随时可以处理他。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林聪贤哈跟这个陈吉仲、陈金玉，他现在其实也不用开进的太早。因为我们刚刚讲农业部跟这个畜产会里面的东西漫无章法，接下来北检会不会有收到新事实、新证据，而要重新彻查的状况呢？未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北检还会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宇炫，我们刚刚特别有讲一件事情，现在为什么美国看到这份民调之后，他更加紧张了？你看到赖总统信任度5%，这是不信任的哦。他现在不满意的也有高达了60%，关键在哪里？当然有非常多，但对我们民生、对我们一些老百姓来说，最大问题就是钱。不要忘记，克林顿曾经是有讲过一句话，你不用讲那么多啦，笨蛋，问题就在你的经济了。对，没有错。所以你从民调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整个呢居功厥伟，位列民众讨厌、不满意度第1名的，刚好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长郭志辉。对，但郭志辉这3个字不重要，而在于经济，民众普遍对于经济现象，以及包括你要讲关税战也好，以及未来呢高到了非常的不满，以及最重要的叫做不确定性。所以当《美岛电子报》呢问到所谓的对国内整体经济评价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大概都几波，的确对经济有点负面，但没有高到这种程度，竟然高达68.9%。而其中呢，伴随着经济的负面评价上升，赖清德的负面评价也跟着应声而涨起。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经济上的重中之重。而且你仔细看哦，经济这东西就会催化了。你可能有意识形态，比如说过去有一句话最流行的叫做什么“巴豆 BB 买挺阿 B”，对不对？我肚子饿，我还要挺下去。但你看哦，云嘉南以及高屏刚才一直再三强调的，它其实是什么传统绿营的一个大票仓。而你如果现在做马英九的话，他可能也是我们讲居高不下。但偏偏这些民进党到现在为止还是支持的支持者，认为经济非常的不好，而且它的幅度远远高过双北地区，巴豆 BB 摩都挺赖上，所以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警讯吧。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以汽车为例，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整个车市呢是一片萧条，特别不想买新车。那为什么不想买？理由很简单啊，我哪知道未来关税是什么？而且我们才看到什么台北港，我们昨天才跟大家，台北港都是塞满了进口车，我根本不知道我要不要买啊。对，首先第一个哈，这是领牌数，你可以仔细到，这只是7月而已哦。我跟你讲，8月应该更加严峻哈。2024年，也就是同期相比，跟去年相比，衰退了22.3%，而这个数字绝对持续在往上的。那再第二件事情，台北港，也就是照我刚才讲到的，很多进口车都摆在那边，大家都想说，你坑那边坑啊当洗，哪边呼起？有没有看到？一台，全部都是进口车，都是进口车。对，因为代表说我现在不知道关税的问题是什么啊，我现在可能销量可能就停滞在这边啊。那所有客户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叫做观望，不是说我没有换车的需求。也不是我没有买车的需求，而是我想要再等一下，对，我再看一下。所以你看哦，连 Tesla 动不了哦，想限时专享，心动无需再等待，我直接给你 Model 3最高呢10万的优惠，然后呢 Model Y 我也给你6万的保险补助，最终车价加码5万，享原车呢我免费转移。换言之，他先把这些可能未来会涨价的部分，哇，先合理啊啦。好，你一半你在你就不会亏了，你就不用等待了，我先给你了，对，你先买就对了。你早买早享受嘛，对不对？的确，他可能跟关税杀下来之后呢，没办法比你，但你早买早享受嘛，拜托你赶快来享受一下嘛。所以你看哦，整个双马达的后驱版折价8万，长程版折价9万，有没有 ？Performance 折价10万，它等于是什么？破盘大拍卖。最惨的是什么？以前我们的台商大家讲说西进中国大陆嘛。那西进中国大陆很多设完厂之后呢，发现说啊，代志大条，今麦中国阿美利卡K 咖呢课税课这么重，那我得要转向啊，转到东南亚。你说宇轩跑到东南亚就没事了嘛？但不对，为什么？这一位张秀美，她是本来在越南就有厂，但很多的台商是什么？
越南本来没有厂。他在中国有厂，对，所以照他如果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是不是已经要承受第一笔损失？对，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经营啊。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啊？我如果去越南再损失怎么办？什么意思啊？川普边来边去的、啊，我去到越南之后，他如果跟越南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又给我加怎么办？所以我干脆索性什么呢？我都不投资。所以很多人呢，他都把这个整个决策慢慢放缓，放缓什么？等到关税战结束，因为贝森的有讲嘛，可能10月底，大概11月的时候会完整的把关税战结束。我宁愿现在把这个投资先延迟。哦，现在亏损就先亏损，我也要再停看听一下，否则我如果去到那边很危险。所以想想看，当我们的台商呢在世界各地遇到这么大的冲击以及变局，而我们的国内呢面对关税战的问题，也急需要呢政府的说明。所以这个经济问题这么大这么多，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哈？刚才聪哥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啊，川普的不信任度很高。照我跟你报告啦，川普的不信任度越高哦，它跟什么是正相关的？台湾对于经济的不满意度。换言之，当你今天呢没有善尽你政府的职责，好好的跟全民呢说明清楚，或者是呢让全民有一个安心，知道说政府是有所准备、有所因应，而对应的也就是你的经济不满意度会越来越高，川普的不信任度也会越来越高，而这当然不是美国所乐见，所以美国才会因此而插手进台湾的政局。辉成，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一方很紧张？因为现在台湾政局，也太不稳了嘛！你说我们看到这一张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的甲级强制动员令，你有预感，你有预演，明天会上演一场玉石俱焚的大戏。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生变啊生哦！本来是怎么样？本来是现在赖清德的意识，然后让这个整个党团要在党，也就是我们的红楼里面召开一个党团大会。本来是想说，我们就突袭你柯建铭，我们用人多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就开始细数你柯建铭的罪状，然后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在现场可能提出所谓的相关的表决，让你柯建铭把那个总召的位置给拔掉。就这一招被柯建铭给识破了，柯建铭就换了另外一招，什么呢？这是你的主场，那我不要，我们换一个场地，换到哪里？到议场。议场是谁的主场？是我柯建铭的主场。而且议场第二个非常关键点是，只有立法委员才能进到议场，所以你其他的党团里面、其他的工作人员、其他的党代表什么，通通不准给我进来。哇，所以它等于是本来是股东大会变成董事会，然后删除了很多的赖清德的相关的势力可以掌控的势力。到议场之后，第二个关键点，什么关键点呢？就在国民党，就在民众党，就在全台湾，甚至有转播的一个情况之下。怎么样？你们想用帮规来处分我是吧？你们本来想要用突袭的方式来把我给干掉是吧？你们本来是想要对我这个直接来拿我下手是吧？那现在在全台湾人面前，我看你怎么搞？你意思说他不让他们关起门来动私刑的？是等于是用这一招，你怎么好意思在全台湾面前对他动这个私刑呢？所以这一招高啊，马上大家都在预测，这个某一种程度也是跟那个赖清德斗个你鱼死网破。另外，这个同样的情况之下，你知道代表什么情况事情？赖清德已经没有办法成功的让这个整个民进党各个派系以他的意见为意见。如果说今天赖清德他是党主席，照理说他应该要怎么样？我叫你们大家，而且点名了这一个锅，包括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50几%的全台湾人民意认为你柯总召应该为这一次大罢免失败来负责。那感觉起来，你如果党主席都已经下令了，把话讲这么白，各派系是不是应该要以党主席的意志为一致？对，就现在有吗？没有啊。没有啊！今天不是说什么新系已经签了12个人了吗？我跟你讲，在我们录影当下，有另外一个媒体的报道说，现在已经过半数的立法委员签了。所以那一张联署书真的是一个千里的追杀令。这个联署书某一种程度上，那叫什么？你知道吗？赖清德忠诚度所谓的一个决议书啊，就你要签，你认不认？我中党。爱国，以赖清德为首，签了才是信赖台湾。对，如果你没签，你可能就不信赖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一招是某一种程度上用这个联署书的方式来看，你到底对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是不是依旧信赖台湾？但这就变成是明天的这个结果很重要啊，到底
比如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办法真的所有人全部都联署？那你能真的逼退柯建铭吗？不能吗？我看柯建铭搞不好就说，联署书没效益啊。就像董事会，让你除非给我召开那个董事会正式举手，然后来告诉我，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这个联署书能干嘛呢？这联署书不具法律效益的情况之下，那柯建铭说，然后呢？我知道你们意见。也就是说，他就是要看所有人在大家前面有表决，这样才算是真的可以把我逼下台的。因为有表决那个才算是一个正式的程序嘛，联署书这个有点像是表态，这个没有什么真正的法律上的效益。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今天签出来，不是5-1舰队吗？50-1，就柯建铭勾起来。即使是这样，柯建铭就只要一句。这个没有法律效益啊，那你能扳得倒他吗？然后再来，我觉得今天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事实上非常关键一点是什么？柯建铭可以说一句话，说什么话？如果我是第一个应该要负重责大任、整个败选大锅的，你是第二个赖总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弄个鱼死网破？柯建铭只要就说，对我柯建铭要为这一次负责。但是，请问一下赖总统，请问一下赖主席，难道你不需要吗？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其实那个柯建铭的目的在什么？就是大家一起死，不，君要臣死，臣说大概这会一起死。我觉得这可能是柯建铭目前为止挺到最后的目的。另外一个还有一篇媒体的报道，这非常重要哦。这个《镜周刊》的这一个评论哦，这个评论出来。你看那个标题，你看《镜周刊》点名啊，最该检讨却只字未提自己，这个自己是指谁？就是指赖总统。他写得非常白，他说赖总统不愿面对的自己，直接讲出这一种话。今天如果真的赖总统被逼宫成功，被柯建铭逼着也要党主席一起辞的话。那赖清德才真正的跛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赖清德赖主席没有办法，而且他坚决不肯辞的主要原因。如果今天赖清德把最重要的党主席职务都辞掉了，那他真的变成手上完全没有武器，到2026的提名权都没有情况之下，那党内可能更是不听你赖清德的总统命令，可能不出总统府。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